太阳能电池板只能铺设在陆地上吗？不，它们还可以铺设在海面上。近期，我国最大的海上光伏项目——中和田湾200万千瓦涂炭光伏示范项目，在江苏连云港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全面建成后，将与中和集团田湾核电基地相互耦合，形成总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的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每年可以减少碳排放177万吨。这可不得了啊！你想想看，海洋面积得多大啊？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咱们再把太阳能电池板朝海面上多铺设一点点，能源的问题是不是就能够得到极大的缓解了呢？所以你看啊，上面我提到的这个项目呢，只是一个示范项目，也就是说啊，这个目前我国最大的海上光伏电站只是一个样板，打样完成，后续就是铺开了复制，海上光伏的想象空间还很大。那好，在海上铺设光伏电站有哪些具体的优势，又会遇到哪些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下面我们就来简单讨论一下。先说海上光伏的优势，总结起来大体上有以下这4个。第一，海上光伏电站能够大大的节省陆地上面的土地资源嘛。这是最为显著的优势之一啦。当前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土地资源紧张，特别是在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建设大型光伏电站往往面临土地稀缺的问题。将光伏电站转移到海上，不仅能够避免其与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争夺土地，还能够为陆地上其他重要的用途释放更多的空间。例如啊，农业用地可以继续用于粮食生产，城市用地可以发展住宅和商业设施，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第二，海上光伏电站能够有效避免土地使用的冲突。陆地光伏电站的建设常常需要在大片土地上安装光伏板，这可能会引发与农业、牧业、林业等产业的矛盾，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海上光伏电站则完全不涉及这些问题啦，它们漂浮在海面上，不用占用任何的陆地，不会影响土地的原有用途。因此，海上光伏电站能够在不破坏现有生态和经济活动的前提下，提供大量清洁能源，真正做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第三，海上光伏电站的独特环境条件有利于提高光伏板的发电效率。首先，海洋表面的高反射率能够增加光伏板接受的阳光量，从而提升发电效率。其次啊，海洋环境温度相对稳定，水面可以为光伏板提供天然的冷却效果，避免高温对光伏板性能的负面影响。高温会降低光伏板的光电转换效率，而在海面上，光伏板受海风和水体的冷却作用影响，温度相对较低，从而能够维持较高的发电效率。此外，海上空气较为清新，灰尘和污染物较少，光伏板的表面将会更加的干净，从而能够更有效的吸收太阳能。第四，海上光伏电站具有显著的环境友好性。与陆地光伏电站相比啊，海上光伏电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小，它们不会占用陆地生态敏感区，如森林、湿地和草原等重要生态系统，能够有效避免对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此外，通过合理布局和科学的设计，海上光伏电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某些设计甚至考虑到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采用环保材料和结构，使光伏电站与周围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以上优势，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海上光伏电站真的是未来清洁能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啊！它也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生态保护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解决方案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海上的好处自然有很多，但是海上的坏处也并不少啊。海洋环境中盐分的高浓度是光伏电站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了。海水和海风当中的盐分会形成盐雾，附着在光伏设施的表面，导致其严重的腐蚀问题。金属部件长期暴露于盐雾当中时，会发生氧化反应，导致材料强度下降、结构损坏，甚至引发电气短路。这种腐蚀不仅会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还会增加维护和更换成本。根据研究，盐雾对电子元件的影响尤为显著，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和电性能下降。其次啊，海上环境的高湿度也给光伏电站的运行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高湿度就使得空气中的水汽容易在设备内部和电器连接部位凝结成水滴，形成结露现象。这种结露会导致电器绝缘性能的下降，增加漏电和短路的风险。此外，长期的潮湿环境还会使得光伏组件当中的封装材料老化剥离，影响光伏板的光电转换效率和整体的可靠性。特别是在温差较大的环境当中，昼夜温差导致的结露和
蒸发循环，加剧了设备的老化和损坏。与此同时，尽管海面温度较陆地相对比较稳定，但在日照强烈的条件下，海上光伏电站仍然会面临高温的挑战。光伏组件在高温环境下，其电性能会明显下降，主要表现为输出功率减少和效率降低。根据光伏组件的温度系数，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光伏组件的效率就会下降0.4%至0.5%。此外，高温还会加速光伏材料的老化，如背板材料的热氧化降解、封装材料的热失效等等，导致设备的使用寿命缩短。这对海上光伏电站的长期运营和经济性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除了上述因素海洋环境的动态特性也是光伏电站必须要应对的挑战之一啦。海面风浪的变化会导致光伏设备的机械结构承受额外的动态载荷，特别是在风暴和大浪的天气之下，光伏板和支架需要具备足够的强度和韧性，以抵御风浪的冲击和摆动。此外，海水的涨潮和退潮现象会影响光伏电站的浮动系统的稳定性。于是，为了应对以上挑战，我们在材料选择和研发、结构设计、系统设计还有防护设计方面都要下足功夫。在面对海洋高盐环境的腐蚀问题时，我们需要使用一些特殊的耐腐蚀材料，并强化防腐涂层和阳极氧化材料的防护。在面对高湿环境的防水和防潮问题时，我们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做足功课：密封、防潮和除湿。在光伏组件、电气间盒等关键部位采用高效密封材料，如硅胶密封圈、丁基胶等等，防止水汽进入设备内部。特别是在电缆接头和连接部位，必须确保完全密封，避免截路和短路。对光伏组件进行防潮包装，采用高质量的封装材料，如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EVA 和聚偏负乙烯 PVDF。这些材料具有优良的防潮性能，可以有效阻隔湿气。在电气柜和控制室内安装除湿装置，如加热器和除湿机，保持内部环境的干燥，防止截路现象的发生。接着在面对高温环境时，我们需要结合更好的热管理材料，设计出更加高效的冷却系统，利用风冷、水冷将热量从设备内部传导到外部环境，提高散热效率。为了应对海洋动态环境的挑战，海上光伏电站必须具备高度的机械稳定性和适应性。以下几个结构系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浮动系统，它能够均匀分布浮力和稳定性，提高抗风浪的能力。同时浮动平台需要具备一定的柔韧性，以适应海浪的起伏。灵活的锚定系统，如弹性锚链和自适应锚定技术，确保光伏电站在潮汐变化和风浪冲击之下保持稳定。锚定系统需要根据海床地质条件进行优化设计，以提供足够的固定力。抗风浪结构，如增加支架的刚性和采用减震装置，确保光伏板在强风和大浪环境下依然稳固不移。总之挑战是不少但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的话，估计现在已经兴奋到不行了吧？有挑战才有机会嘛，有机会就能够创造未来，舞台越大，咱们能够发挥的空间也就越大说到发挥空间，光伏发电的未来发挥空间其实还远不仅仅在海面呢，它还在屋顶，还在墙面，还在农田、牧场和沙漠，甚至是轨道。你看，在农田上方架设光伏板，通过调整光伏板的高度和间距，确保农作物能够获得足够的光照。同时，光伏板还可以减少阳光的直射，降低地表温度和蒸发量，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在牧场上方架设光伏板为牧场提供电力，同时也为牲畜提供遮阳的庇护。光伏板可以减少牧草蒸发，提高牧草产量，增强牧场的可持续性。在沙漠光伏电站的建设过程中，可以结合生态修复技术，通过植被恢复和水资源管理改善沙漠环境，防止沙漠化进一步的扩大。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还能够促进生态保护。以上这些都一一得到了验证。而天基光伏电站，这个以前只存在于科幻当中的概念，也正在照进现实了。在地球轨道上部署大型光伏阵列，利用太空当中的高强度太阳辐射进行发电。由于没有了大气层的遮挡和昼夜交替的限制，太空光伏电站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太阳能发电效率将会远高于地面的光伏系统。将太空光伏电站产生的电能通过微波或者激光传输到地面接收站，再转换成电力供我们人类使用。无线能量传输技术的突破是实现空间光伏的关键，需要解决能量传输效率和安全
全性的问题，而这一关键技术看起来也正在得到解决。去年6月份，由加州理工学院开发的功率传输低轨道实验微波阵列成功演示了从太空到地球的电力无线功率传输。实验结果显示，该信号以预期的时间和频率出现，由位于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校园戈登和贝蒂摩尔工程实验室屋顶上面的接收器检测到了。在接收器阵列接收到能量后，他们将其转换为直流电，并点亮了一对 LED， 以展示在太空中远距离无线能量传输的完整序列。MAPLE 通过成功的单独点亮每一个 LED， 并在它们之间来回切换，在太空中完成了这一测试。所以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可以将太阳能发电阵列发送到太空，在太空中利用太阳光进行光伏发电，再将电能转换为微波传回地球，由安装在地球上的接收器接收到微波后，再将其转换为电能，从而实现太空的光伏发电和电力无线传输。这一相当科幻的概念了。当然，继跬步以至千里，光伏发电的未来拥有无穷的想象力，我们依然需要脚踏实地的把当下的每一步给走好啊。1951年6月23日，试飞员乔治·邓肯呢正试图将一架最新版本的 F-9F 黑豹战斗机降落在中途岛号航母的甲板上，但突然吹过的妖风把他的飞机直接甩到了甲板的边缘，战斗机被切成了2截，陷入到一片火海当中。这样的架势，你认为飞行员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吗？但幸运的是由于处置及时呢，乔治·邓肯活了下来，而且仅仅只是耳朵被烧伤了而已。不到半年，他又开上飞机了。这段珍贵的影像不仅告诉我们把飞机降到航母上是个多么危险的活，也让好莱坞捡到了便宜，把它作为素材直接搬运到了好几部电影当中，比如1976年的《中途岛》和1990年的《寻找红色十月》。当然，在后者当中呢，他临时客串了一下更为现代的 F-14熊猫。如今舰载机在着舰时呢会推力全开，所以不太可能再发生掉到甲板边缘的情况，顶多是没有挂上拦阻索后再次从斜角甲板上复飞了而已，造成损失的概率呢大降。不过在早期航母是没有斜角甲板的，舰载机就是直冲着舰首这么笔直的降下去的，没有复飞的机会嘛。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给拦下来，还真是不惜一切代价首先，相对于现代航母上只有4条甚至是3条拦阻索而言，直线甲板的航母上有12条拦阻索。但这就够了吗？显然不够万一要是尾钩脱了呢？你再多的拦阻索又有何用呢？那我只能把目标定在起落架上了。于是，在12条拦阻索后面呢，还绷了5条拦阻网，它长成这个样子。由上下2根钢缆组成，架设高度大约1米，通过拦住飞机的主起落架来制动。你最好不要尝试真的用到它，因为我感觉它就是个半马神嘛。飞机撞上去呢，非死即伤是一种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做法。而且对那种采用前3点式起落架的飞机牺牲作用还特别的大。好，万一就算这样还是没把飞机给拦下来呢？当然还有最后一道防线高约6米的阻山网了。它由上下2条水平的横索与数条垂直的条带组成，目标直指整架飞机的机身。不过相比起将全部制动应力都施加在飞机起落架上的拦阻网而言，它通过更大的接触面积呢，反而分散了应力，使飞机受到的伤害减小了。尤其是它在材质方面并无钢缆，只有又宽又软的尼龙，也使得飞行员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不会像前面的钢缆那样可能划过机头切进座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哪怕是到了现在，航母已经有了斜角甲板和更加可靠的着舰系统，阻山网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平时收起来，紧急情况下只用3分钟就能够架设好，还的确是救下了很多突发状况的飞机呢。二战后期眼看快要守不住太平洋的日本海军准备要做出最后一场赌博了，那就是要把战火烧到美国的本土，希望借此来让美国做出让步。他们能怎么做呢？派轰炸机飞到美国上空扔下炸弹吗？太平洋上的岛屿已经丢得差不多了，要是从日本本土起飞的话，飞到最近的美国西海岸也有7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更不要说超过1万公里的东海岸了。
然而，整个二战中战斗航程最大的轰炸机 B-29空中堡垒续航也只有5200多公里，那还是人家美国的。既然飞不过去，那能把航母开过去吗？更不可能啊！在珍珠港栽了大跟头的美国海军，如今已经把日本盯得死死的，哪还有机会再让他钻一次空子呢？于是，日本唯一的机会就压在了隐蔽性更强的潜艇身上，准确说是用潜艇来装飞机的潜艇航母身上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潜艇航母的故事。提出这个计划的是那个人人都知道的山本五十六，他希望打造一支可以携带多架攻击机的潜艇航母舰队，悄无声息地接近对方的城市，然后发动突然的袭击，接着再潜入海底偷偷溜走，以此来给敌人造成一种巨大的恐惧。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啊！首先，它需要有超长的续航能力，能够往返于自家门口与美国的任意一个海岸边至少3趟，不用停下来加油或者是添加补给。这就是说，它需要携带将近200万升的柴油与能够让船员在海上撑过数月的补给才行。这无疑会增加它的体积。另外呢，作为重头戏啊，它至少还要携带2架，当然后来变成了3架全尺寸的鱼雷轰炸机，包括装在其上的800公斤的炸药。为了让轰炸机能够顺利起飞呢，工程师必须在局促的甲板上设计出一条弹射轨道，而为了能顺利的回收执行完任务的轰炸机，还得要再另外加上一套完整的回收系统，包括一台看起来并不小的起重臂。这2样东西呢，通常会在二战当中庞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看到。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我之前专门讲他们的视频。好吧，以为这样就完了？其实他们跟怎么把3架轰炸机塞进潜艇的舰身里面比起来呢，还是算容易的。因为一架常见的二战时期俯冲轰炸机的翼展大约是12米，你怎么塞？只能把翅膀给它砍断了塞。所以工程师就需要想办法设计出一架能够方便的把砍断后的翅膀再接起来的全新轰炸机装在这个上面。可折叠的机翼确实是个挑战，对吧？但日本人还真就硬生生的把这样一个巨无霸潜艇给设计出来了，并于1943年年初开建第一艘，次年年底建造完成，起名E400。它硕大无比，长度几乎达到了德国 U 型潜艇的2倍，宽度也很惊人啊！为了支撑机库的重量以及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呢，工程师为它设计了一个8字形的抗压外壳，基本上呢就是把2个船体粘在了一起。结果就是排水量几乎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大潜艇排水量的3倍之多。为了驱动这台怪物呢，艇上装备了2套动力系统，4台2250马力的柴油机供它浮在水面上时使用，2台2100马力的电动机供它潜在水下时使用。顶层甲板的正中间是一个圆柱形的防水飞机机库，长31米，直径3.5米，可以容纳3架，专门为它设计的可折叠机翼是秦岚攻击机。这个就可谓是它的独门绝技了。当E400悄悄地接近它的目标时，船员们已经在水下开始为攻击做准备了。他们会让经过加热的燃油持续地流过飞机的引擎，以此来完成发动机的预热，使之随时可以出击。当接近目标时，E400浮出水面，机库舱门被迅速打开，飞机依次来到甲板。接着，机组人员启动引擎，装载武器，展开机翼和尾翼，将浮筒锁定到位，挂上弹射器，嗖的一声，压缩空气就将一架飞机弹了出去。然后是第2架、第3架，整个过程花费大约30分钟。在那之后呢，E400会下潜回到安全的区域，并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轰炸机完成任务后的返航。装着浮筒的轰炸机可以降落在靠近潜艇的海面上，接着液压臂会提起并回收它们，把它们再度装回自己的肚子里面。当然，如果有的时候需要装载更多的炸弹以及更远的飞行距离，这几架秦岚攻击机也是可以不带浮筒弹射出去的。只不过呢，在完成任务之后就只能是坠入大海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操作似乎到了日本人那儿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选项而已。当然，除此以外呢，E400本身也是一艘设计极为出色的潜艇。比方说，舰首装着的8个鱼雷发射管为它提供了强大的对舰攻击能力，甲板上装着5门炮，构建出强大的防空火力网。沿着船舷的2侧呢，装着2套平行的防磁电缆，也就是通电的导体，用来中和潜艇自身所产生的磁场，这就可以消除当时常见的通过感应船只驶过时产生的变化的磁场来引爆的水雷的威胁。当然，最重要的是一种非常
特殊的硝砷涂层，由树脂石棉和粘合剂混合而成。涂在潜艇身上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吸收和扩散敌方发射过来的声呐脉冲，并同时抑制潜艇内部的机械噪声向外传递，有效的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是伊400能否成功突破防线，悄无声息的来到美国沿海的关键了。你看，够黑科技了吧？难怪美国海军在缴获它之后呢，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要是战争再稍微持久一点的话，后院着火的自己还能不能意志坚定的打到最后了？但事实就是啊，伊400连一场仗都没有打过就被沉到海底了。这其中既有战争进程的原因，也有自身缺陷的原因。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讲一讲啊。先说战争进程啊，山本五十六是在1942年年初提出这个方案的，但整整要到1年之后呢，第一艘伊400才开工建造。而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始输掉这场战争了。尤其是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惨败之后呢，日本已经被美国赶回了太平洋的另一端，原油和原材料的严重匮乏，只让伊400的建造厂大喊揭不开锅。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主导伊400设计和生产的山本五十六的死了。1943年4月，美军实施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劫杀，将搭载着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伊式轰炸机击落在了布干维尔岛的原始密林当中。于是原本就不太受待见的伊400，如今更是江河日下，从一开始计划中的18艘减少到9艘，接着又缩减到了5艘，而实际更是只生产出了3艘，并且时间已经进入了1945年。结果就是呢，甚至这其中的1艘还没有来得及入列，就伴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永远销声匿迹了。这是战争进程的原因。那伊400自身就毫无问题吗？虽然并没有经过实战，但其实也幸好没有经过实战，否则连一点神秘的想象空间都留不下来了。它的问题其实还挺大啊，我们随便捡几个来说。首先就是飞机的起飞时间太长了，理想速度是30分钟放完3架飞机，但实际在打仗的情况下肯定是达不到的。而浮在水面上的伊400呢，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活靶子，全舰150名士兵都会为此冒上极大的风险。接着，要是这会儿真的被敌人的空中飞机发现了怎么办呢？赶紧下潜呗。可惜的是啊，他下潜的速度也比别人慢半拍，于是风险再加上一个指数。第3点呢，就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放飞机，可飞机也不够争气啊，机械故障频发，就这么3架都不可能每次都放全，总有那么1-2架会掉链子。你看这一来一去，风险加倍，收益减半，真是要给他上了战场，估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了。好了，这就是潜艇航母的故事了。你觉得这玩意儿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吗？未来还有必要出现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每周都会把好玩、有趣又不太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A10攻击机啊，其实不是一架装着机炮的飞机，而是一门插着翅膀的机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2个重要的细节，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注意到。第一，它那门巨大的30毫米口径 GAU-8 气管加特林机炮呢，其实并没有装在机身的正中央，而是从飞行员视角看起来稍稍偏左。当然我们看起来呢，就是稍稍偏右了啊。这是因为 GAU-8 的炮管呢，只会在转到9点钟的位置时才会发射。出于这个原因啊，把它整体往右挪过之后，就能让开火的那根炮管始终位于飞机的垂直中轴线上了。虽然看起来有点别扭，但对射击精度呢却贡献巨大啊。因为 GAU-8 在设计时呢，后坐力实在是太大了，即使稍微偏离中心一点点，也会对飞机产生一个偏航的力矩，使射出去的炮弹不再聚集成团，而是散布在一条水平线上，精度大减啊。另外，由于机炮的安装位置呢是在飞机的中心以下，所以开起炮来产生的后坐力也会让机头向下倾斜嘛。又在垂直方向上打出了偏差。为了弥补这一点呢 ，GAU-8 其实也不是水平安装的，而是向下倾斜了2度，把低头的趋势呢正好给抵消掉了。再看第2个细节，这张正面照片看起来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对了，就是前起落架呢也不在飞机的中间，为什么呢？因为要让开那根粗壮的炮管嘛。所以你说它是不是一门插着翅膀的机炮呢？A10攻击机啊，其实不是一架装着机炮的飞机，而是一门插着翅膀的机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2个重要的细节，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注意到。第一，它那门巨大的30毫米口径 GAU-8 气管加特林机炮呢，其实并没有装在机身的正中央，
而是从飞行员视角看起来稍稍偏左。当然我们看起来呢就是稍稍偏右了啊。这是因为 GAU-8 的炮管呢只会在转到9点钟的位置时才会发射。出于这个原因啊，把它整体往右挪过之后，就能让开火的那根炮管始终位于飞机的垂直中轴线上了。虽然看起来有点别扭，但对射击精度呢却贡献巨大啊。因为 GAU-8 在设计时呢后坐力实在是太大了，即使稍微偏离中心一点点，也会对飞机产生一个偏航的力矩，使射出去的炮弹不再聚集成团，而是散布在一条水平线上，精度大减啊。另外，由于机炮的安装位置呢是在飞机的中心以下，所以开起炮来产生的后坐力也会让机头向下倾斜嘛。又在垂直方向上打出了偏差。为了弥补这一点呢 ，GAU-8 其实也不是水平安装的，而是向下倾斜了2度，把低头的趋势呢正好给抵消掉了。再看第二个细节，这张正面照片看起来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对了，就是前起落架呢也不在飞机的中间，为什么呢？因为要让开那根粗壮的炮管嘛。所以你说它是不是一门插着翅膀的机炮呢？你要跑多快才能追上自己射出去的子弹？这听上去有点像是伪命题啊！因为不管你跑多快，子弹射出去的速度都是在你的速度上又加上了它自己的速度，怎么都比你快，还怎么追？但是等等啊，有没有可能这样？我在射出子弹之后呢，马上就加速跑去追呢？通常情况下，子弹的初速度呢在700到800米每秒之间。我们取个中间值750米，那么它的时速就是2700公里啦。看样子你是怎么加速都追不上了。战斗机或许还可以啊，取决于子弹离开枪口时战斗机的速度。如果它是在1马赫的速度下开枪，不应该是开炮的话，那么就需要至少加速到3.2马赫才能追得上。谁可能会办到呢？似乎只有 SR-7黑鸟了。但是完成这个壮举的还就不是它，偏偏是一架最高速度不过1.1马赫，服役时间不过才短短几年的战斗机——格鲁曼 F11老虎。而它追上自己的炮弹纯属意外，并且还付出了坠机的代价，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架自己把自己击落的战斗机了。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啊。上世纪50年代初，格鲁曼的设计师开始着手对其 F9美洲狮战斗机进行现代化改造，为它带来更低阻力的同时，实现超音速飞行的能力。当这样工作于1953年完成的时候呢，结果却拿出了一架与美洲狮完全不同的飞机。这种新型飞机配备了全跨距前缘凤翼和带有扰流板的后缘襟翼，而通常用于横摇控制的副翼则被拿掉了，翼尖也变为可上翻的样式，方便在航母上存放。在1955年4月的首次飞行当中呢，他就以接近1马赫的速度展示了其过人的高速能力，把海军惊得当即就下了订单，要求格鲁曼你赶紧给我交货400架。看起来啊，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啊！然而蜜月期很快就过了，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老虎的缺陷一个个都暴露了出来。它的发动机不是那么可靠，它的续航里程呢捉襟见肘，它的耐用程度实在是很弱鸡啊，各方面的性能都完败当时生产的其他战机，比如沃特 F8十字军。于是到了1959年，在短短的4年之后，生产就被叫停了，只有199架被实际造了出来，而且很快海军连1架都不留给他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了，只在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继续使用了几年而已。按理说啊，这种完全没有存在感的飞机，应该很快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才对嘛。可是他偏不，非要用一场极端的空难，把自己挤进超音速战机的名利场，好时不时跟人炫耀。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快吗？都快到被自己开出的火炮给击落了。是的，就在1956年的9月21日，年轻的美国海军试飞员汤姆·阿特里奇驾驶着一架 F11老虎从纽约长岛起飞。他此趟的目的啊，是要在大西洋的上空进行武器测试。当爬升到6000米的高度时，测试开始了。阿特里奇以1马赫的速度，一边向下俯冲，一边从机身两侧共计4门20毫米的机炮当中射出了第一轮大约70发的炮弹。仅仅4秒之后呢，它的高度就已经降到了4000米了。接着，他打开了飞机的加力燃烧室，以更大的角度开始了第2轮的俯冲。
当到达2000米的高度时，它再次开火，直接就清空了弹带。可片刻之后，它的驾驶舱玻璃被什么东西给打碎了。阿特里奇认为这是一次鸟击，他立即就放下油门，并拿起机头以降低速度，然后转身飞向纽约卡尔福顿附近的格鲁曼空军基地。但在飞回空军基地时呢，阿特里奇注意到刚才击中他的物体还在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留下了一道相当大的伤口，并且很快发动机就真的开始给他带来麻烦了。他最多只能开到78%的功率，如果再继续将油门推过这个数字的话，就会导致发动机按照他的话说像是用真空吸尘器从地毯上吸起石块一样剧烈咆哮。虽然是在继续飞向空军基地，但阿特里奇却在迅速的损失高度最终在距离基地不到1.6公里的时候，飞机的发动机熄火了，老虎最终扑上了一片森林，在跌跌撞撞的向前滑行了将近100米后才停了下来。所幸的是，阿特里奇只摔断了1条腿和3根椎骨，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该死的鸟他心中一定会这么骂到的。但事后调查显示，他骂错了，甚至他根本就不该骂嘛，因为导致他坠机的正是起初从他的炮口当中射出去的那70发炮弹了。这张图应该能够看得很明白了当炮弹离开飞机时，它们的初速呢虽然是2700公里，但是很快就会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大幅减慢。而与此同时呢，飞机的动力始终都在所以并没有减速。在这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当中呢，阿特里奇反而还开了加力，以更快的速度向下俯冲。于是无意当中，他从炮弹弹道的下方超过了炮弹。11秒后，当他重新拉起飞机，第一轮被他射出去的70发弹雨正好经过他的头顶，一发撞在了他的驾驶舱玻璃上，一发击中了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再加一发穿透了老虎的鼻椎。你说阿特里奇是什么样的运气才碰上了这样的概率？先是被海军声称只有100万分之一的可能的自己把自己给打了下来，又在坠机撞上地面后以极低的生还率从驾驶舱里面爬了出来。这2个概率拿出来乘一下，他该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人了吧？虽然这个幸运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来的好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呢，飞机飞太快的确是容易误伤到自己的。不仅射出去的炮弹可能，就连射出去的导弹也是有可能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如果在太空中开一枪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问题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虽然氛围友好，分析理智，脑洞清奇，但总的说来，还不就是在猜吗？其实这个问题只要去问问苏联人，就能够马上得到标准答案了，因为他们真的就在太空中开过炮。是的，不是开枪，而是直接就开炮了。一门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2600发的23毫米口径里克特 R23 机炮，它被装在伪装成礼炮号空间站的金刚石载人轨道器上，成为唯一一支的人类在太空当中打响的第一炮。所以，为什么苏联人要在自己的空间站上装上一门炮呢？这门炮在开火之后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故事。时间回到冷战1960年代，美国和苏联在让自己的侦察机和轰炸机越飞越高之后呢，明白了一个道理，站得越高呢，不仅看得越远，还能打得越远。于是，在都有了把人类送上太空的经历之后，就开始思考如何在这儿，在这个更高的地方部署自己的军事力量了。于是，一系列军用载人航天器，比如轨道轰炸机、轨道拦截机之类，都被列入了设计的目标。美国那边诞生了载人轨道实验室 MOL 计划。它是一个将空间站和间谍卫星结合在一起的计划，由麦克唐纳飞机公司负责制造的双子星 B 飞船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负责制造的实验舱组合而成。计划飞行7次，前2次呢执行的是无人任务，后面5次则为载人任务。虽然计划都一路排到1971年的1月了，但由于 NASA 此时正埋头忙于阿波罗登月，根本就顾不上来。而本该牵起头的国防部呢，对自己又没啥信心，一直就在打酱油的角色里面走不出来。所以很快在象征性的发射了第1次无人任务之后呢 ，MOL 就正式宣布停止了。这段时间从1963年的12月到1969年的6月，其实只持续了短短6年不到。再看苏联那边几乎在同一时间，大名鼎鼎的切洛梅设计局也宣布要开发一种载人轨道飞行站，作为太空哨兵来监视和寻找地方目标，代号金刚石计划。
它在某些方面呢跟美国的 MOL 很像，但在另一些方面却要先进很多。先说一样的啊，它的基本组成呢也是一艘可以返回的 VA 飞船和一个在轨舱段 OPS。在被质子火箭发射到轨道上后，宇航员就可以通过飞船尾部的通道爬进轨道舱里面了。他们在这儿将经过30到60天的军事观察和照片拍摄，然后就可以再坐着返回舱回到地面上了。以上都跟美国的载人轨道实验室 MOL 思路一致，但是下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当宇航员最多是3名坐上返回舱离开轨道舱之后呢，轨道舱并不会马上就废弃，因为它的设计寿命长达2年左右，也就是说它还可以迎接新的一波宇航员呢。而再把新的宇航员送上去的就是专门为金刚石计划研制的 TKS 货运飞船了。当宇航员在轨道上时，他负责把补给送上去；而当宇航员需要和他一起上去时，他又能跟返回舱对接在一起，连人带货一起飞。最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跟他对接在一起的，很有可能就是刚刚那个才从轨道上返回来的返回舱了。是的金刚石计划里面的返回舱呢，就是按照最多可以重复使用10次来设计的。有没有感觉到 SpaceX 的原型呢？当然这样做相当费钱在美国依然拽着 MOL 不放的时候，苏联有理由咬紧了牙也要硬扛下去。但是1969年在美国已经取消了 MOL 计划之后呢，苏联人有放下吗？没有，估计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美国吧。但是再这么正大光明的继续下去也不是太好，毕竟我在明处，你在暗处，搞不好就被你给暗算了。于是他就把该计划伪装到了自己的民用礼炮号空间站计划当中，继续推进了下去。所以礼炮2号、礼炮3号、礼炮5号实际上都是用于军事目的的载人轨道飞行站1、2、3号了。当然1号没有成功，2号和3号则都成功的各送了3名宇航员上去。至于他们在上面都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可以非常确定的是，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在礼炮3号上面，他们测试了一把在太空中开炮的感觉不对开炮是在3名宇航员坐上返回舱离开之后，由地面人员遥控完成的。比较遗憾，但是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在空间站上装个机炮呢？不是很明显吗？他们一定不相信美国人已经把军事空间站计划给停了呀。如果轨道上有美国人的军事空间站，那他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个空间站是具有武装的，甚至还有可能会主动来攻击自己的空间站那么装上机炮就可以用来自卫了。虽然感觉很 low， 但毕竟是增加了一道防线嘛。苏联人其实很想让3名宇航员在空间站上面呢自己开火来试一试的，但他们怕一开火就回不去了。因为首先有一个问题是装在空间站底部的机炮是完全固定的，想要把它对准一个目标呢，就必须要把整个空间站转到那个方向上才行。这种操作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其次，最重要的是，根据牛顿第3定律，炮弹一旦发射出去，就会产生反作用力，它会改变飞船的姿态，让它失去稳定，朝不可预知的方向和角度偏转过去。能不能再成功的调整过来呢？谁也不是100%能够确定的。这个风险还是最好不要冒的好于是，在遥控着打完了一梭32发炮弹之后呢，据苏联人自己说是成功的摧毁了一枚报废的卫星靶子的，有效射程达到了3到5公里。至于真的有没有呢？那谁也不知道了那么在真空中没有阻力，这些没有打中卫星的炮弹最终会跑到哪儿去呢？会一路飞出太阳系吗？当然不会啦，因为礼炮空间站所处的位置是近地轨道，它的运行速度大约在每秒7800米。如果此时向着它前进的方向上开一炮，想要让炮弹飞到更高的地球同步轨道上的话，注意连地球的管辖范围都还没有出就需要为炮弹提供大约每秒2500米的速度增量才行。但是 R23 机炮的初速度却只有850米每秒，就这还远远不够呢。在开炮之后呢，炮弹的确会立刻往外移动，但却会在同时将动能转化为势能，朝着更高的轨道飞去，不断减速后，最终从上方落在了空间站的后面。是的你朝前面开炮，但是炮弹却最终落在了自己的后方，非常反直觉同理，如果你对着与空间站相反的方向开炮的话，炮弹则会从空间站的下方超越空间站，跑到它的前面去了。那要是垂直对着头顶上开一炮呢？它会直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椭圆形轨道上去。但不管如何，这些都是近地轨道炮弹，最终都会由于跟稀薄的空气分子摩擦后，减速落回到大气层中烧光光的。那如果把炮弹直接换成导弹怎么样呢？
我们差一点就真的看到了，苏联原本计划是在它的第4号载人轨道飞行站上实验空对空，应该说是轨对轨导弹的。但是金刚式计划的忠实拥护者前国防部长呢，却突然在这个时候逝世了。新的部长对这个计划表现出了高度的怀疑，于是直接就掐断了研究资金，从此金刚式计划宣告终结了。不过，即便是这样呢，它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宇宙战舰了，虽然跟酷一点也扯不上关系啊。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原以为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已经足够深刻，却没想到多年来我们的认知里充满了误解，与我们想象中那个漆黑寒冷、生命难以存活的太空大相径庭。太空其实远非如此，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年来被遮蔽的太空真相吧。首先，太空并非一片漆黑，那种宇航员被吞噬于无尽黑暗的情景，实则应充满了色彩。因为宇宙在不断的扩张，那些遥远星系发出的光波随着距离的增加，波长越来越长，最终转变为人眼无法察觉的红外线。但这并不代表太空是一片暗淡，即便是标准的长曝光相机，也能捕捉到我们肉眼所见不到的夜空美景，更不用说那些能探测不同波段的高级设备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奥尔伯悖论，如果宇宙停止膨胀，我们所能看到的星星将使整个天空变得和太阳表面一样明亮，无分昼夜。但由于光波的拉伸，我们目前看到的却是布满黑色空隙的夜空，而非无边无际的星光。同时，电影中的太空船在太空中会立即被冻结的场景也不尽真实。太空的环境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寒冷，飞船更有可能面临的是如何散热，而非如何保暖。以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为例，尽管其位于距离地球3亿个太阳距离之远，它仍需不停地冷却以对抗高辐射。它依靠5层太阳遮光板和主动冷却系统来保护其极其敏感的电子设备。而国际空间站与哈勃太空望远镜所在的热层温度可高达2000摄氏度，远超钢铁的熔点。尽管如此，得益于科学家们的巧思，如涂有白色反射层和国际空间站的热保护系统，这些设备得以在恶劣的环境中正常运行。这种保护层虽然薄至仅有7000毫米，却能承受高达200摄氏度的温度，保证内部温度仅微小变化。同样的原理也应用于宇航服上。令人惊讶的是，宇航员面临的挑战往往是过高的温度，而非低温。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对太空的传统认知与真实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宇航服设计的能够吸收并均匀分配人体产生的热量，这可能会令人好奇，既然太空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寒冷，那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的确，太空中还是存在冰冷的角落，不过意外的是，太阳系中最冷的地方竟然位于月球。根据新科学家2009年的报道，月球上某个黑暗的陨石坑内部温度低达-240摄氏度。尽管如此，这里的环境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充满了冰霜。电影制作人常常误导我们，但如果我们的视线超出太阳系，你会发现，当物质体积突然减少时，会变得更热，反之则会冷却。体积迅速扩大时，温度会降低。在所有含有气体和等离子体的宇宙天体中，红巨星的扩张速度最快，它们的外层因此形成了球形星云。这告诉我们，寻找宇宙中最冷的地方，不应去那些看似更空旷、更寒冷的宇宙空隙，而是应该寻找诸如回旋标星云这样的地方，其温度甚至低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永远保持在-272摄氏度，那里不过是一片荒凉的真空。虽然太空行走的场景在电影中往往描绘的不太准确，但为什么会这样？事实上，在外太空中，人体即使没有穿着太空服，也不会立即冻结成冰。在像回旋标星云这样的极端环境中，人体完全冷却需要大约26个小时，这是因为密度的关系。想想看，人们可以在90摄氏度的桑拿房里待上很长时间，但将手进入接近沸点的水中却难以忍受。这是因为在密度更高的环境中，有更多的粒子与物体接触。宇宙中物质的密度极低，某些地方每立方米仅有10个原子，而地球上空气的密度则高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最冷的宇宙角落，人体也不会立即冻成冰块，而是像灯泡一样慢慢向外散发热量。另外，宇宙中的其他危险怎么样呢？可能大家都记得《全面回忆》中主角眼球突出的那一幕，实际上
突然进入真空环境会使肺部空气迅速膨胀，如果不迅速呼出这些空气，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在太空中只需呼气和放松这句话获得了新的意义。此外，减压还会使血液中的液体沸腾并蒸发，引发血管阻塞，这种情况被称为减压病。然而，即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体也不会像科幻电影中那样变成血液喷泉。令人惊讶的是，在所有描绘太空行走的场景中，最为逼真的竟然出自斯坦利·库布里克在1968年的电影作品《2001太空漫游》。这部电影诞生于计算机特效尚未成为主流之前，似乎证明了有时候导演的直觉能够超越科学的发现，更贴近真实。